花100万在北京装修一个梦想中的自媒体工作室，是梦中情思还是拉完了？欢迎来到陆米仓3.0。我们又搬家了，这是我们5年以来搬的第3个家。我们从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开始设计，直到今年的春节后才搬进去。所以这是一期迟到的 room tour 啊，但也因此生长出了一些独属于我们的东西。在北京打造这样的一个工作室，真的是要下血本。多少钱？所以欢迎各位光临寒舍。好，朋友们，咱们进屋聊。好了，欢迎来到陆米仓3.0的1层。1层的这个面积是所有3层结构里边最小的。这个结构是很有趣的啊，它是这种一层一层往上错落的。那在功能划分的时候，我们把整个的1层作为了一个大家休憩的区域，平时点个外卖啊什么的都会在这儿吃饭。那之前因为微水泥的罩面没做好，所以特别容易留脚印儿。最终还是决定啊，大家都选一双自己认为最好看的拖鞋，然后大家都穿鞋上班。大家其实在整个办公的时候是很 chill 的状态，但还好整个陆米仓现在没有说那种脚比较臭的人，所以好，我们看到我们正对面的区域是一个休息的区域，然后设计师当然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下挖，然后把整个的沙发藏进去。里边这个位置是一个卫生间，那这边我们就做了一个淋浴的区域。到了现在我们搬进来2-3个月了啊，还是没有人在这儿洗过澡的。那其实这个区域还是一个比较多功能区域，比如说啊，大家想在这儿午睡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帘一拉上，它就是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当然，在工作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偶尔这块也会承载一个桌游的区域。哦，你看正玩着呢。加一个，加一个。再见。他输了。接下来我们到2楼的位置。2楼呢，其实是大家平时见面最多的一个区域。走。好，欢迎来到我们的2楼啊，工作区。然后我现在在的位置是一个吧台的一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后边是我们平时会用到的最主要的啊，这个咖啡机。我不知道大家谁看过咖啡换故事的那一期，我们的好朋友帮我们画的这个陆米咖啡4个字，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放在这里了。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这个角落。然后我们经常会调侃说，如果以后我们自媒体干不下去的话，就把底下的窗户打开卖咖啡，应该也挺好的。然后整个到了夏天嘛，我们陆米仓是有免费的饮料啊、冰棍啊给大家去享用的。那左边呢，其实是一个打印的区域和一个零食的区域。然后穿过了吧台区是我们的工区，大家看到一共是我们有12个工位，所有的桌子跟柜子都是拿海洋板自己打的。穿过我们所有工位的区域呢，有一个叫 Light Bunk。就是显影区啊，就是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调色室，显影区。穿过显影区就是我们的第1个阳台了。好，这里就是我们2楼的第1个阳台。一般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区域是大家还比较喜欢的区域。然后有的时候小仓也会在这边玩。这只猫呢，就是我们的著名的苍老师了啊，他基本上就是会翻牌子。我们的每个人的书桌都是一个牌子，他今天翻的是饺子的牌子。醒醒，好。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工位还都是挺有趣的，比如说你这个角度你一看你就知道这是调色师的工位，你这个工位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一个追星的工位。这能看出来只有我追蜡笔小新。这个。我们的工区跟陆米仓1.0、2.0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全部都是苹果系统。然后我们剪辑都会使用 Final Cut Pro， 然后我们到调色的阶段会套底回批到达芬奇的里面去进行一个调色。这5年的时间里，我们所有的电脑只换过1次，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把公司所有的 M1 Max 的电脑都升级成了 M4 Max 的电脑。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第2个洗手间的一个位置，这都是我一个个贴上去的，就是非常的科普西耶风。看，好，这是我们的苍老师，看，为什么他会跳上来呢？因为他在这儿等活水喝，他不喝自己碗里的死水，他只喝活水，经常就是往这儿一待，看看谁在，谁就要把这个打开，然后他会这么一喝就喝10分钟，浪费水。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2楼到3楼的平台了。这个区域其实是我觉得整个陆米仓同事可能最喜欢的一个区域，也是大家休息的一个区域。看明儿在那儿浇花，然后我们这个花其实也是过。我们的绣球因为是西向的，所以你看那个绣球都已经蔫了，它还能活吗？太阳下山之后，它就活回来了。这个区域其实是整个陆米仓的同事们可能最喜欢的一个平台。因为这边是西向的，然后这边有一棵超级大的大树，超级好看。这个桌椅到了以后，这也变成了大家平时傍晚的时候吃外卖最长的地方。然后，当然傍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烧烤，比如像这样。哇，cheers！ 我操，你这镜头可以！哇！喂，怎么样？很有氛围吧？怎么样？啊，你根本不知道我会怎么剪辑，你不要笑我。你根本不知道我会怎么剪辑。走走走，上了，走。3楼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拍摄区域、公共区域加上我的办公区域了，然后3合1的这么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带着明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走。这个桌子贵吗？啊？这个贵吗？没多少钱。多少钱？啊？没这多少钱？没多少钱。这个区域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观影区了。那之前我们陆米仓1.0、2.0的时候，其实都是用的电视。那现在我求婚的那个投影就放在这儿了，然后把幕布重新安在了这里，这样我们到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在这儿看电影。接下来就是比如这个区域。接下来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多少钱？啊？其实它是一个设计师款。多少钱？你猜？因为它是一个有造型的垃圾桶，必然不便宜，它绝对不会莫名其妙买个这样的东西。哎，你看这个可不可爱？奥特曼。5000。你太瞧得起我了，你太瞧得起我。2000。2000也没有。它如果是，哎呀，好了，这个如果真的很贵，但我买的是仿的，宝宝。不可能。这真是仿的。好，朋友们，那除了这个公共区以外，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第3个阳台。看，当然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个房子的原因之一吧。来给大家看，在北京很少可以有这种，想跟外边完全连成一个整体，然后把整个的厅和我们的阳台，一体化的感觉，这样比较空旷。对，比较的宽敞，比较空旷。哎呀，你来了，哎，他来了，苍老师来了。那我们第3个阳台其实，常老师，其实整个第3个阳台还不知道该怎么用呢。如果大家有说很好的主意，可以在公屏或者说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可以跳绳。马兰开花31，3、4、3、5、6，3、5、7。来。朋友们，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3楼最重要也是设计师最难设计的一个环节，就是需要在这里面设计一个米老师秘密基地啊，给大家看在哪。当然跟之前的陆米仓 room tour 一模一样的啊，米老师的空间永远记得脱鞋。当然看到这个地方。我碰过一次头，米老师也碰过一次头，真的是很危险。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高度只有这样了，我感觉是小朋友的天堂。对，这个地方简直是小朋友的天堂。我本来设计的是1楼的那个下沉的区域就是同事们可能会偶尔中午啊，或者说傍晚小憩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现在大家都抢了。我自己一个人蚂蚁搬家，然后把所有的饮料放到这儿，然后兜上来放在这之后，我就摆的码整整齐齐。我就想。每次来喝1瓶，有一次我来了之后全都没了。他们那天应该是在这儿喝酒了，气死我了。然后都给米老师蚂蚁搬家过来的饮料喝了，把米老师气了。米老师你们自己搬上来。而且我都是精心挑选的，我爱喝的。好了，下楼，小心，不要碰头。好，去完了米老师的秘密空间啊，在它的正下方。就是我平时剪片子配音的地方了。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坐到一起去，因为我现在一直都还在坚持自己去剪片子，所以这件事儿就很难。而且我剪片子的方式跟稿子的方式是我一边剪一边那个文案才会出来。没事的，你想跟大家坐到一起去，大家也不想跟你坐到一起去。是哈，你有点多余了。有可能哈。这个屋其实米老师你也并不常来吧？我也不是很感兴趣，我觉得太直男了。哪儿直男啊？哪里直男？这屋哪儿是让你觉得直男的？这不吗？樱木花道直男吗？当然了。这哪儿直男？情书直男吗？霸王别姬直男吗？白日梦想家直男吗？奥特曼有点确实。你难道不是直男吗？你在这烦什么呢？确实哈。你在这抵抗什么呢？你不是直男吗？抵抗小鲨鱼。啊？我觉得挺好的，而且也可以看风景。我为什么要把桌子这么摆？就是当你坐下的时候，来坐，看，当你坐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棵树。看不到，电脑挡住了。当你坐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棵树。这棵树真的好大，巨大。你不觉得这棵树很像《怦然心动》里那一棵吗？在这儿可以分享大家一个故事啊，就是我当时租这个地方，就是刚好过来的时候是傍晚，非常好的阳光，刚好透过了这棵树洒到了这个空间的墙上，哇，全部都是摇曳的树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就选择把它拿下来的原因。我看着这棵树就感觉好安静。你是故意的？我没有想到我打哈欠打到一半，你突然就是。这绝对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好吧，但是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到夏天的时候，确实下午会比较晒。我们平时在录制出镜的时候，这些帘子也都是完全需要放下来的。接下来就要到我们的拍摄区域了。我们这个日帘拉下来，就可以让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也能做到一个完全的遮光，可以平时拍出镜啊，或者说影像测评什么的。这个角度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就是平时我们的看 Lumi Warehouse。我们平时在拍一些评测类节目，还有一些教程类节目，也就是我们像素长街就会用到这个景儿，很熟悉了吧？好 ，camera， 好了，你不要搞这种专业的，你不是 room tour 吗 ？room tour， 来，那就给大家随便讲讲。其实我们当时去做这个景的时候，就是想还原我们在陆米仓 2.0 的时候那个出镜的景。大家看到的非常多的评测，其实都是后边是有这面镜子的。然后我们在这边呢是做了一个霓虹灯，也是闪电麦昆给我们设计的那个陆米仓的这个鹿头。然后当然啊，也经常被人说瑞幸咖啡。然后我们所有的器材、镜头等等的都会放在这个位置。这什么意思嘞 ？Camera on the move。我们在美国剧组里边的一句黑话，其实这里边有一个美丽的误会，你可能都不知道。我给他发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打字的输入法还是我就是打错了，我给他发成了 Camera on the move， 然后他写的时候就真的写成了 Camera on the move， 然后他给我发货前拍了张照。然后我才发现了这个错误，然后他说没事，你等等，我想想。然后大概半个小时以后，他就先在草图上给我画了一个。我这儿放一个2眼相机怎么样？我说太好了，我觉得有这个2眼相机会让这个牌子更漂亮啊。确实，对，所以这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吧。我还挺喜欢这个错误的。哦，对了，在这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搬，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老陆米仓没有地暖，然后那个暖气1年不如1年，那个暖气片老是坏掉，老是坏掉，然后非常老的一个园区，你很难再把所有东西都扒掉，然后再去装地暖了。所以其实温度是我们为什么会换这个工作室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3年前我也在那说过，我们都不会搬了嘛，但是当时我就记得一边贴我就一边说，我们再也不要搬家了。希望就在这儿，长长久久。朋友们，这是陆米仓的第一块牌子，然后 logo 呢是从粉丝投稿里边征集的，这陆米仓3个字。然后我记得当时一名叫闪电麦昆的朋友设计了这3个字。就是5年前我把这块牌子挂在陆米仓1.0门口的时候，说实话啊，
包括我在内，没有人知道这个工作室能走多远。现在再看呢，轻舟已过万重山了。那我很开心坐在这里回望这5年，然后我敢说这5年的每一期节目都像这一块块的手绘的牌子。这节目跟牌子他们都不完美也没有标准化的模板，没有千篇一律的那种工整，没有套路，但有的是那种随性的笔触吧，或者藏在里边的那种细碎的我的一些小的情绪，一些温柔的部分，甚至像这块牌子一样都藏着一些无心插柳的美丽的错误。但我觉得就是恰恰是这些不完美、不刻意、不复刻的瞬间，才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陆米仓。陆米仓 1.0、2.0 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软木的这种板儿，然后做的照片墙，然后这几年它又是一个不断生长的状态，所以我们直接把所有的照片都拿过来的时候，都有点快贴不下了。再有新的照片的话，就要往这2面这边去贴了。当然也希望在陆米仓 3.0 创作出的每一个新作品，也包括正在看这期节目的你，都能像陆米仓墙上的那些手绘的牌子一样，每一块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一块都独一无二他们可能都并不完美，但是都很完整，都并不精致，但却很真实。1、2、3，欢迎光临！当当，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陆米仓硬化。原价给我。小鹿 Lawrence， 太谦虚了，太棒了！我们苍高有事。那这5年其实有好多东西改变了没有改变的其实是这5年间每一条片子、每一个剪辑敲的每一句文案。好了，这就是陆米仓 3.0 的 Room Tour 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聊你的这5年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想分享的事情发生呢？也记得给我们1键3连，这会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